附近。查日记第一天，目标人物陈卫国，75岁，初步症状幻视幻听，偏执性人格。爷爷，我回来了。叫你朋友下来吧，屋里备了茶，他最爱喝的龙井。爷爷，就我一个人，副驾驶没人。那他会不高兴的。慢点喝。爷爷，这张照片是哪年拍的？这个人是谁啊？不该问的别问，去收拾你的东西。客房在东边，房还是打不开。这是我的东西，你不准碰，不准。爷爷，您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那个朋友到底是谁？川，对不起。秀川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吃饭，我在这儿。秀川啊，孙子回来了，跟小时候一样，怕我。当年是我不好，不该让你在外面冻着，也不该吓着孩子。我知道你等了我45年，我不敢忘，每天都在练怎么给你开门，可那扇门，给你照个亮，别像当年一样走丢了。你想知道当年的事，就自己找答案吧。爷爷老了，说不出口。老板，问你个事儿啊，咱们村有没有叫秀川的人？不知道，你别问了，赶紧走吧。老板，我只是想走。大爷们，辛苦了。我是陈卫国的孙子，刚回来，想问问。秀川到底是谁？为什么全村人都不愿提起他？爷爷和他的死到底藏着什么？陈范，我查了一些资料，
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如果长期回避某件事，说明这件事对他的伤害极大。你可以从他的旧物常去的地方入手，或许能找到线索。回去找那个小铁盒。吴爷爷，这个人是谁？有灵银是什么意思？你怎么把这东西翻出来了？你爷爷没跟你说过，不许碰他的铁盒吗？铁盒是爷爷的，这里面到底藏着什么？那人叫林秀川，地主家的孙子。1975年冬天死在祠堂门外了。怎么死的？跟我爷爷有关。当年你爷爷是职业民兵，守祠堂，躲到祠堂门口，你爷爷没开，我们几个想开门，也被你爷爷拦住了。那天晚上，我们都听见秀川喊陈大哥开门，喊了整整一夜。你爷爷这些年天天都在赎罪，他要办的送人事，就是送秀川。你别拦着他。当年的错我们都有份儿，可只有你爷爷扛了45年。堂的钥匙我早就给你爷爷背着了，告诉他，当年想开门的人都记得这件事。我终于明白，爷爷跌跌一场场，是一场跨越45年的赎罪。我知道你等了我45年，我不敢忘，每天都在练怎么给你开门，可那扇门我再也打不开了。罗当的年风很大，他跑进祠堂的时候，我就在那儿看着。谁？陈大哥是个好人，他说会保护我，希望这场风波快点过去。陈大哥偷偷告诉我，让我晚上去祠堂找他，他会帮我躲起来。原来爷爷当年答应过要帮林秀川，却最终没有开门。谁让你去祠堂的？谁让你拿他的东西的？爷爷，当年您答应帮他，为什么没开门？你们不是朋友吗？我没办法。如果开了门，我想给他办一场送魂仪式，让他安心的走。他终于要直面当年的遗憾。需要准备香烛、纸干、米酒，还有一件秀川当年穿的衣服。香烛、纸钱、米酒，我去集市买。衣服呢？你有吗？这是秀川当年最喜欢的衣服，他出事那天就穿的这件，我一直留着。兄弟，买这些是要办什么仪式啊？给一位故人办送魂仪式。当年的错，我们都有份儿。是给林秀川办的，
45年前，他死在祠堂门外。我爷爷一直很愧疚，想帮他安心走。是我们对不起他。需要帮忙吗？文大，大家伙都说林秀川的事，他们也要来搭把手。这件衣服承载了45年的愧疚与期盼。国哥，我们来搭把手。当年的事，我们也有份儿。秀川要是泉下有知，会明白的。这是当年秀川帮我家孩子写的识字表，我一直留着，或许仪式上用得上，让他知道我们没忘他的好。这场仪式早已超越了个人赎罪，成了全村与过去的和解。晚上跟我去祠堂转转，给秀川认认路。这灯当年没照好他，现在要照亮他回家的路。我们再准备仪式，让你安心走。好了，您别再敲了，我求你了，事情不能这样。不行，我不能开，开了门，我全家都完了。你快走，我没地方去了。陈大哥，求你了。你看到了，当年我就是这样把他拒在了门外。陈爷爷，您当年选择不开门，不是因为狠心，是因为您要保护家人，对吗？在那个年代，您没有更好的选择。我要是再勇敢一点儿，他就不会死。这些年，是因为您记得对他的承诺，记得你们的友情。仪式不是封建迷信，是您与自己和解的方式，也是对秀川的交代。我的嫡男，是我们对不起他呀。陈帆，你爷爷的创伤需要被看见，而你的困惑也源于对爷爷的不了解。爷爷，仪式的事，我全力帮你，我们一起送秀川走。这就是秀川家当年的房子，批斗后被拆了。我们几个老人记得，他当年有个木箱子，里面装着他的书和画。这是秀川的箱子。是，当年我们偷偷把他的箱子埋在了这里，怕被人搜走。林秀川最喜欢坐在大榕树下看书。秀川是个好孩子，聪明又懂事儿。
要不是那个年代，这不只是几本书。我明白，我会守住它。这是秀川17岁那年画的。那天他还拿给我看，说等风波过去。你又想画什么？把这条路画下来。陈大哥，你看我画的大榕树好看吗？等我以后出人头地了，就把咱们村的风景都画下来。好看，到时候我给你当模特，陪你到处写生。我偷偷藏的，谢谢你经常给我送吃的。以后有我在，没人敢欺负你。我答应过他，要保护他。爷爷，您已经用45年的愧疚来弥补了。秀川会知道您的心意的。仪式要在祠堂举行，门口要挂一盏红灯笼，照亮秀川回家的路。供桌上要摆上他喜欢的龙井。我已经联系了镇上的灯笼铺，明天就能拿到红灯笼。供桌我会提前打扫干净，把遗物摆放整齐。仪式过程中，您可以跟秀川说说话，把心里的愧疚和歉意都告诉他，这是情绪释放的重要环节。慢点儿，别急。挂稳了。再过3天，我就送你走，让你去该去的地方。看着爷爷的背影，觉得爷爷的身体似乎挺直了一些，不再像之前那样佝偻。爷爷站在暖光中，我跟你说过，老房子不能卖，这里有爷爷的回忆，还有他要守护的东西。什么守护？你爷爷就是老糊涂了，搞那些封建迷信的东西。你赶紧把他接回城里，别跟着瞎闹。老房子不能卖，这里是我的根，也是帆帆的根。等仪式结束，我会跟你解释清楚。你怎么也跟着糊涂？那房子值不了几个钱，但对我来说很重要。你要是不同意，我就自己做主了。爸，你先听我说，爷爷不是搞封建迷信。45年前，有个叫林秀川的少年，因为爷爷的犹豫，死在了祠堂门外。爷爷这些年一直活在愧疚里。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跟老房子有什么关系？老房子里有我和秀川的回忆，有当年的印记。我要在这里给秀川办送魂仪式，
还要把这里改成村史陈列室，让后人记住那个年代的教训。林真，不要辜负别人的信任。老房子不是一堆破砖烂瓦，是家族记忆的载体。爷爷把他的愧疚、遗憾都留在这里，我们不能把它卖掉，不能让这些记忆消失。你们先把仪式办好。爷爷，雨停了，明天就是月圆之夜，仪式可以顺利举行了。我跟秀川说过话了，他就站在门口，穿着那件新的蓝布学生装，笑着跟我说他不怪我了，还说谢谢大家还记得他。或许这就是心理治愈的力量，让爷爷放下了心中的枷锁。凡凡，谢谢你。如果不是你回来，我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出这个阴影。爷爷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以后我会经常回来陪你。稍微往左一点，对，贴正了。这边我扶着，你慢点。香再多备一些，今晚风大。仪式开始后，大家不要喧哗，跟着我一起给秀川鞠躬，送他安心离开。卫国哥，这是我们几个凑钱做的，跟秀川当年穿的一样。让他穿着新衣服走，体面一点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还记得秀川。仪式开始了，这45年让你受委屈了。现在我送你走，让你去该去的地方。你放心，我们会永远记得你。这不仅仅是一幅画，更是一个跨越时代的约定。林叔叔，谢谢你，是你让我读懂了爷爷，读懂了亲情和责任。我会把你的故事传承下去，让更多人知道，不要辜负别人的信任。川子，你收到了吧？仪式很顺利，爷爷终于放下了心中的愧疚。现在我们想把老房子改成村史陈列室，把
把当年的遗物、村史资料都放在这里，让后人记住那段历史。老房子是村里的根，也是我们家的根。改成陈烈士后，我会当管理员，给年轻人讲村史，讲我和秀川的故事，让他们知道什么是责任，什么是友情，什么是和解。爸，凡凡，我同意了，老房子不卖了，我支持你们创办村史陈烈士。需要钱或者人手，随时跟我说。谢谢爸，我们一定会把村史陈烈士办好。哈哈哈。这是我爷爷当年用的收音机，当年就是靠它听新闻、听通知。这是我们村的村志，记录了村里的历史变迁。里面还有关于1975年的记载，虽然不多，但也是重要的资料。这些旧物都是历史的见证，我们要好好保管它们，让后人记住过去。集体的力量是无穷的，只要大家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就能把事情办好。我想把这段故事记录下来，让更多人知道。这是我这些年写的日记，里面记录了我对秀川的愧疚，还有这些年的思考，或许对你有帮助。和解不是遗忘，是带着遗憾继续前行。安放记忆，传承不是重复，是让后人不再犯同样的错误。探寻过往，安放记忆。这本漫画的名字就叫《问谜》。画得真好，就像当年一样。当年，秀川是村里最聪明的孩子，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名画家。唉，可惜那个年代毁了他的梦想。我因为胆小，没能保护好他，这成了我一辈子的遗憾。敢于直面自己的遗憾，并且用一辈子去弥补，这已经很了不起了。我们这代人应该记住这段历史，珍惜现在的生活。哇，好厉害的画！他一个人背着画板上山啊，这眼神好酷。等我们也能画出来就好了。
我觉得可以加入一些互动元素，比如让读者写下自己与长辈的和解故事。这样能让更多人产生共鸣。哎，就是这个方向，故事会有温度的。你们看这张老照片，这不是咱村口那棵老槐树吗？对对对，我爷爷还跟我说过，当年他在这儿玩泥巴。欢迎大家来到陈家屯，这里记录了我们村的历史变迁，也记录了一段关于愧疚、和解与传承的故事。希望大家能从这里学到东西。这就是林老师当年画的。你爷爷讲了半辈子的故事。爷爷，陈烈士办得很成功，您的故事终于被更多人知道了。这不是我的故事，是我们全村人的故事，是那个年代的故事。回到城里后，我决定把爷爷提到的那个故事，用画笔完整的记录下来。爷爷，当年您和秀川第一次见面是在田间，对吗？他当时在看书，您给了他一个那天他饿了，坐在田埂上啃树皮。我看他可怜，就把我的馒头给了他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就成了朋友。就算是雨夜，我也想让它一直亮着。爷爷，我好像明白了问米的真正意义。它不是简单的探寻过往，而是让我们学会与过去和解。都过去了。凡凡，你长大了，只要你能明白这个道理，爷爷就放心了。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。爷爷，我做好了，马上给您看。爷爷，漫画完成了，你看，这是你和秀川，这是村史陈烈士，这是送魂仪式，这是……真好，画得真好。陈范，漫画太精彩了，情感真挚，主题深刻。重点推广这本书，让更多人看到这段感人的故事。谁会想？爷爷，出版社要出版我的漫画了，我们的故事要被更多人知道了。好，好，太好了！凡凡，你完成了爷爷的心愿，也完成了对秀川的承诺。我知道，这不是结束，而是传承的开始。
漫画太动人了，很多读者说看到了自己与长辈的影子。我们想加印，还想邀请你爷爷来分享故事。我问问爷爷的意见，他现在是村史管理员，很忙。终于又见面了。记忆不是负担，而是前行的力量。凡凡，今天有很多年轻人来听村史，我给他们讲了守规矩和守良心的故事，他们都哭了。爷爷，出版社想邀请你去分享，你愿意吗？我不去了，这里才是我的地方，我要守着这些故事，不让他们被忘了。你看，我买了崭新台灯，晚上整理村史用。这灯亮着，就像当年的手电筒。爷爷，我懂了。记忆不是负担，是我们前行的力量。